我是恐怖游戏唯一的清洁工，每轮游戏结束我就出来打扫房间，把残肢碎片收拾一下。平日在副本中到处砍人的 NPC， 下了班都对我毕恭毕敬，一旦少了我，他们的居住环境就如同粪坑。有一天我休假，他们发了疯，满世界找我。是不是你绑架了吴妈？还我吴妈！最后所有玩家都疯了，一同踏上寻找吴妈的旅程。我宣布，整个游戏的垃圾被你承包了。谢谢，大可不必。42块腹肌，底薪1万，计下1000，一个月干10个副本就是2万，这个窝囊费还是我来挣吧。劳动人民最光荣。为了防止游戏里的 NPC 干扰你，我赐你4件神器。上斩昏君，下除奸臣。谢老板赏赐。你去吧，是吧？我期待你的表现。那我去工作喽。其实也不用那么急，明天就是周6了，你可以周2再来。我们的副本只有1、3、5开放。你周2、周4来打扫就可以。当我傻啊？这是绩效工资，少干就少赚。真是勤奋。可如果不是因为穷，谁愿意勤奋呢？实在是太脏了，有些字根本看不清。你在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，这是我迷惑玩家刻意做的？你想死？撕纸牌玩吗？很好玩的。你其实并不开心吧？什么？你笑得很勉强，就像我一样。如果你不想我打扫，我可以出去。我很清楚他的心情，我曾经也是面对领导奴颜体虚，最后因为被辞退才重新出来找工作。其实也可以打扫一下，虽然我杀人都是把他们装进扑克牌里，但还是有一些人会自相残杀。你看，这面墙本来是纯白的，现在却沾上了暗沉的血迹。你帮我擦一下吧。它的墙体材料特殊，也是扑克牌搭成。若是用水太多或者太过用力，可能会弄皱弄破。太感谢了，我一直都很烦恼这一点。这副扑克牌是我爸爸留给我的，他是一个不入流的魔术师，同时也是一个逗人发笑的丑魂。我小时候很看不起他，可当我长大却发现他是个伟大的爸爸。可我已经无法亲自跟他说这些话了，毕竟我已经死了，成了一个 NPC。 需要我帮你带话吗？我可以回到现实。请你下次来吧，我还需要想一想要跟他说些什么。你知道你打扫的第一个副本给了你什么评价吗？满分！满分的奖励是什么？没有奖励，奖励就是我的飞吻。谢谢，不用了。
有这样的老板也是福气。扫雪我擅长，但用这个扫雪似乎有点勉强。大力出奇迹！喂，你扫到我尾巴了！抱歉，我不知道你的尾巴在里面。你是谁呀？现在也不是玩家进本的时间。我是新来的清洁工。清洁工？咱们游戏什么时候多了个清洁工？怪稀奇的。我不认字，你们人类的文字对我来说太复杂了。抱歉。你又没有做错什么，怎么老是在道歉呢？可能是习惯了吧。有时候总担心自己会伤害到别人。我就从来不担心这一点，只是毛皮被剥了而已。我已经报仇了，把他们拉到副本里好好折磨了一顿。一定很疼吧？当然，但是现在我已经不会疼了，别提我了。说说你吧。我的人生寡淡如水，没什么好说的。你不怕吗？为什么会怕？所有玩家看到我都会吓得五官五，说我丑陋、恶心、恐怖。可能是因为我喜欢看恐怖片。在我小时候，同学的房间贴乐队明星的海报，我却贴着怪兽、鬼妖怪。我希望他们能从画像里走出来，把欺负我的混混打一顿。那你的愿望实现了吗？他们走出来没有？他们没有走出来，但我的老师把混混收拾了一顿。真好，在我的呼声中，似乎从来没有遇到过帮助。那你需要我的帮助吗？来帮我堆雪人吧。虽然每次布本都要毁掉它们，但我真的很喜欢这些雪白的东西。好。整整一天，我们都在堆雪人，各式各样的雪人。一丝倦意浮上心头，但同时也很开心。好了，差不多了。最后再拜托你一件事，把我埋进雪里，我要睡觉了。下次再见，清洁员小姐。你这次似乎没有打扫。不用算我工资。我很欣赏你的诚实，所以我决定奖励你。一个灰吻是吗？真的不用了。被你看穿了呢，下次给你换个奖励。现在你该回家了，目前已经是现实世界的下午5点，4点半是下班时间，请你牢记，这里不允许加班。真是果断而决绝，一点加班的机会都不给。子瑜，找到工作了吗？奶奶，我找到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我就知道找工作难不住你。你可是高学历的大学生，随随便便就能找到新工作。周一，我拿着4大神器，再度来到副本后的神秘空间。别急着进去，副本在进行中，坐着看会儿直播吧。我抬眼看去，无数个影像悬浮着，玩家正在讨论破局的对策。休息。这个副本结束了，现在就可以进去。古堡副本。哎呀，还得我自己来。真恶心！我就知道1000的计件工资不是好拿的。
喂，这位大妈，我注意你很久了，怎么能够未经主人允许就开始打扫呢？那你需要打扫吗？最好是不要，那我就可以免去这一繁重的工作。需要，太需要了！大妈呀，我就盼着你来的这一天。我姓吴，你可以叫我吴妈呀，你是不知道你来之前我过着什么样的生活。这么说吧，我起初住在1楼，现在就差住在房顶了，太臭了啊！那我现在就开始打扫吧。拜托你了，吴妈。吴妈，我来。再迟会儿，我肱二头肌都练出来了。绕着2楼走了一圈，我的胳膊彻底抬不起来，拿着镊子的手都在打颤。那个，还没问过你叫什么名字？叫我小李吧，我全名叫莱昂纳多·蒂卡普斯李。小李啊，我今天可能要先走一步了。光知道打扫累，没想过这么累。晚走一步，我胳膊就要交代在这儿。这样啊，我明天还会来的。那我送你。吴妈，明天你一定要再来啊！一定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我转身拉着垃圾桶退出副本。老板说道：“你只有1个副本全部打扫完，我才能给你记工资哦。”那是当然。所以你还要去这个副本吗？不同的副本工作量完全不同，我不会考虑你的辛苦程度。同样的精力，或许你已经能打扫完3个副本了。聪明人都知道该做什么样的选择。那你就把我当笨蛋吧。我拖着垃圾桶前往垃圾场，他爽朗的笑声从身后传来，像是听到了很好笑的事，又像是遇到了很值得高兴的事。将残肢倒进垃圾场，我看了看垃圾场入口的警告，全是红色感叹号。垃圾场只能在每天的13点14进入，其余时间进入后果自负。在入口处有6个时钟同时转动着，似乎是在防止误差。我是13点22进入，13点47出来。这里的垃圾分类比较严格，必须堆放到指定区域，否则会有奇怪的事情发生。我的动作还是不够麻利，想了想，我回到大厅，老板还在看直播，31个头同时张望着。回来了。老板，我能不能找你预支一些工资？要多少？3000，我准备。不用给我说你要拿去做什么，稍后工资会打到你卡上。跟我来一趟，新的副本要诞生了。老板，你似乎并不高兴。多一个副本对你来说应该是好事。你在接触 NPC 的过程中应该发现了，他们过去的经历都不怎么美好。副本是带着痛苦出生的。如果说人类的新生事是希望，那么副本的诞生就是绝望。换做你，你能够开心吗？换做我无法开心。我只希望世间少一些苦难，多一些喜乐。我们去看看。你们是谁？停下！别再靠近！我们是你们的家人，孩子们，欢迎来到恐怖游戏。你们将作为副本的守关 BOSS 经营这个副本，相关的信息我稍后会传递给你们。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见见你们，和你们熟悉一下。我们不需要家人，请你们离开。够了！你这个笨猫，不要再进行同声翻译了，他们听得懂。总之这里不欢迎你们。老板，我们是不是该出去啊？毕竟对方已经下逐客令了。我们这就离开，希望你们尽快适应在这里的生活。
不得了的天赋，居然能够穿透副本。穿透副本是了不得的天赋吗？我一时惊讶，那我走来走去算什么？副本的出入口只有在玩家进出副本时才会开放 ，NPC 无论何时都无法离开副本，这是前任老板定下的规则，连我都无法更改。所以穿透副本是特殊的天赋，这就是我选中你的原因。原来如此，我还以为是我面试时的表现打动了他，没想到命运早已在岸上标好价码。尽管特殊的是我，但我依旧有些苦涩。这个小家伙似乎很喜欢你。我好像没这么招猫喜欢吧？他只是饿了。一个副本很少会出现2个 NPC， 他们的关系一定很好。我暗想，他们可能是兄弟或者兄妹，却没想到我错得离谱。你吃吧，平时都是我喂你，在这里却不行了。你不该陪我来这里的，我不是一个合格的主人。为什么我变成了猫，还是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呢？我对副本中发生的事一无所知。看到纸牌屋副本结束了直播，我敲了敲门，把门打开。你好，麻烦你把桌子上的那副纸牌带给我吧，求你一定不要打开看。他住在欢乐路的小剧场里，年龄比较大，身上有些烧伤，名字叫范哲。好，我下午就给他送过去。真的谢谢你。我扫视一眼，没找到他的位置，真是比我以前还要社恐。我拿上牌出门，忽然感觉到纸牌一震，小抽被弹了出来，摔在地上。我就知道这样不行。你刚才藏在牌里。我不是故意骗你的，清洁员小姐，我只是太想见他了，想出了一些昏招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你不用向我道歉，你没做什么对我有害的事，我理解你。我在重症病房陪着我爸时，眼泪都不知流了多少。副本里不允许带电子产品，我会把你爸的一切画给你看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尽管我不太会画画，但我可以请人。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来报答你。有你这句话就够了，我能感受到你的心意。我们是家人，不是吗？没错，我们是家人，我这里永远欢迎你。笑了笑，把他的牌带上走出门。原本向老板支取的3000是想去健身房办一张年卡强身健体，现在先推后吧。离开恐怖游戏的后台空间，我给高中好友发了一个消息：你给人画插画要多少钱？看情况，黑白200一张，彩色不等。素描呢？我除了大学在街上画过素描，后面都不干这事了。你当时画素描要多少钱一张？20-30吧。成交。你知不知道，就算是我男朋友来找我，都得提前半小时通知。知道了，林大小姐，这已经是你第2次重复这句话了。我请你喝奶茶。这次奶茶可哄不好我。下个月我结婚，你来给我当伴娘。你们要结婚了？见过父母了，双方都很满意。没问题，我来给你当伴娘。听说你老板因为你请假陪护太久，把你辞退了，是不是有这个事？你怎么知道？还真有这种事。垃圾老板，实在不行你来我工作室打杂，姐妹别的没法保证，绝对饿不死你。我已经找到新工作了。真的？什么工作？帮大户人家做清洁。恐怖游戏的事情还是不能向外泄露。待遇怎么样？你可别被骗了。每个月1万多，还算是比较轻松。总之你自己留点神，现在各行各业都不景气，能稳定干下去也不错。说起来，你这次把我叫出来开50公里去这个欢乐路干什么？就是之前微信里说的，画人物素描，要流畅，最好像动画片一样。你觉得我能制作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吗？应该不能吧。你太瞧得起我了，居然还用了应该这种词汇。吴子瑜，我的意见是你直接用视频录下来，然后我回去找人帮你画。你的预算是多少？3000。行，在3000这个预算里，
我帮你找个最划算的，你看行不行？可以。这位美丽的姑娘，请你从里面任意抽出一张牌，不要给我看，用记号笔做个标记，然后把它塞进牌里面。我随意抽出一张牌，拿记号笔在上面写了一个 W。现在请另外一名志愿者洗牌。我现在再把它洗一遍。各位看一下，是不是这一张？下一个节目是相声，范哲回到后台，我和林微云同样来到后台。范先生，您之前向我表演了魔术，我现在也想给您表演一个魔术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我要表演的魔术就在里面，您可以打开看看。不可能，你是从哪里弄来的？您相信有另一个世界吗？这就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信件。身为一个魔术师，我知道什么都可以作假，但这一刻我希望这是真的。它就是真的，范先生，除了他，我想没有人会跟您说这些话。我可怜的孩子，他的死至今都使我难以接受，能帮我给他带句话吗？您说，你到底给他看了什么？他那么伤心。一封家书。因为画册还在绘制中，我没有急着禁止排污，而是拿着一些猫粮之类的食物敲响了黑白猫的副本。打开门，白猫探头探脑，我笑笑把东西放在副本门口。给你们的。他看着我，喵喵两个字，大概是谢谢吧。不用谢，改天我再给你们带下来。他又说喵喵，这次我猜不出来了，跟他说了再见。再见。用自己的钱给他们买东西，似乎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他能找你报销吗？不行。他这个态度未免也太坚决了。我叹了一口气，带上自己的装备，再次来到古堡副本。我可没忘记这个艰巨的任务。吴妈会来，吴妈不会来，吴妈会来。我看着副本中莫名其妙多出的落叶碎花，浑身一抖，压抑不住的喊道：小李。吴妈，你终于来了！你的地已经够脏了，请不要再给我制造垃圾。我靠收拾副本赚钱，不是靠捡垃圾赚钱。不好意思啊，吴妈，我手痒控制不住，必须要弄些什么。下次我给你带橡皮梨，你捏橡皮梨玩吧。真的吗？谢谢吴妈。我们今天的目标是把第一层收拾干净。OK， 吴妈，没问题。他扛着垃圾桶，一下就从栏杆往下跳，回头看着我。吴妈，你下来呀！我是人，我要走楼梯。等我下了楼梯，忽然又不见他的身影，左右看了之后，才发现他又蹦上了2楼。太臭了，我受不了。确实臭，但他有没有想过这么臭是谁造成的呢？看来我有必要给他讲一讲垃圾分类的知识了。等把这里收拾了再收拾他。当我颤颤巍巍地走出副本，老板看我一眼，你今天的副本打扫数又是0。我推着垃圾桶没有理他，径直朝垃圾场走去。今天的垃圾只有等明天再到了，已经堆了满满5个大垃圾桶。我戴了3层口罩，还是没忍住在厕所吐了起来。我不怕怪物，不怕尸体，但这个臭味实在受不了。一直到周4，我才拿着4大神器重新进入游戏。来到猫咪副本门口，我敲了敲门，出乎意料出现的是黑猫。我不吃猫粮，麻烦下次给我带牛肉。真是没礼貌的小猫。为什么要关了门说呢？你这样说他听不见。有些事情你不说他不一定懂，你说了之后他才知道要向你说谢谢。虽然你这周业绩为0，但我看好你。请不要说这种话，刺痛我的心。我要继续打扫了，今天一定能把古堡副本打扫完。吴妈快来，吴妈快来！135副本开放，我怎么把这件事忘了？吴妈，我好想你啊！你可算来了。以后所有的残肢都必须进垃圾桶，绝对不允许到处扔。
再像这样，我以后就不来了。不能啊，吴妈，你不来我怎么活呀？起来和我一起收拾。在有序的安排下，总算把他的古堡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一丝成就感油然而生。小李在1楼的地板上打滚，太爽了，我好爱空气清新剂的味道。你一定要记住爱护卫生，不然我真的不来了。一定一定。橡皮泥在门口，手痒就去玩泥巴，不准到处弄，玩完都要放回桶里。好的，吴妈。看着他还在地板上滚来滚去，我摇摇头，带着工具走出副本。恭喜你，终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。谢谢，如果不是有老板的支持，我不会走到今天。哼，我可没支持你。虽然我不支持这种行为，但敢为人先的精神还是值得鼓励。恭喜你提前转正，薪资提至2万1个月。谢谢老板，你是全天下最可爱、最聪明、最善解人意的老板。下次我希望你能多说2个形容词。行了，继续工作吧。我哼着小曲，开开心心的把垃圾处理了，还把他的办公桌擦了一遍。最后剩1个小时进了9尾副本。9尾，我转正了。恭喜！但转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从实习生变成正式员工。就是从天上的雪花变成了雪人。哇，那实在是太美好了！今天还要堆雪人吗？不堆了，你给我讲讲其他副本的事吧，我很好奇。那我给你讲讲古堡的小李吧。周日林微云拿着画册过来交到我手中，看看满意不？这么精美，真的是3000块钱能做出来的吗？你可别瞒着我给钱。我润的笔，结婚红包丰厚点就行了。好，又到了周一，等到副本结束，我敲响了纸牌屋的门。请你再等一下，我想我还没做好准备，我不敢想象他现在的样子，总担心他头发又白了，伤又多了。我希望你给我带来好消息，又怕你给我带来坏消息。我总是患得患失，清洁员小姐，我是不是很没用？我理解，但你不用担心，你爸他很好，看上去状态很不错。你进来吧。他还托我带了一句话，他永远爱你。我有过叛逆的时光，做过不少错事，我曾经非常讨厌他，我也爱他。时光啊，静悄悄地走，总会留下一些遗憾。我又想起我爸了，你慢慢看吧，我不再打扰了。谢谢你，清洁员小姐。为什么这么惆怅？我想起了离世的亲人。需要我给你一杯酒吗？我不喝酒，我要下班去陪妈妈聊天。明天见。老板，今天的我又恢复了状态。我要打扫10个。哦，如此自信。这么久的工作可不是白干的，我已经充分的研究了，只有副本 NPC 认为的垃圾才是垃圾，就像纸牌屋，他不认为立牌的模糊痕迹需要擦干净，那就不需要擦。没想到你人傻却不笨。没错，副本内的一切都以 NPC 的好恶决定。经过我的观察，有几个副本的 NPC 都比较好弄，比如僵尸副本里的僵尸，探戈副本里的舞者，蔚蓝副本里的飞鸟。哼，你的观察力很强，看来月底我要大出血了。簸箕一响，吴妈登场，看我去就来。我拿着簸箕和扫把，兴冲冲地冲进僵尸副本。他的陪葬品就是他眼中的垃圾，可当我抱着垃圾出门时，垃圾却全部消失了。他的陪葬品属于副本的布景，是无法带出的。你不早说。副本的乐趣在于发掘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发工资的时刻总算到来，老板拿起空白的本子，装模作样看了一眼。吴子瑜，基本工资2万，本月打扫副本8个，共2.8万，一支取3000，应发2.5万。你出去看看自己的银行卡，应该到账了。哦耶，爱你老板！老板，我要请假。不用请假，你的时间你自由安排。林微云的婚礼快到了，作为她最要好的朋友之一，我必须帮她一起准备。吴妈，
你没有跟我说装满了该怎么办啊？在准备的时间中，古堡副本小李看着已经装满的垃圾桶，愁眉不展。于是副本里的玩家看到颇为诡异的一幕 ，BOSS 拉着装满残肢的垃圾桶在各个楼层晃悠，面相凶恶的他像是在思考怎么吃人，吓得全体玩家抖若鹌鹑。游戏还没进行到最后，怎么 BOSS 就出现了呢？在副本里，除了原初 NPC， 开本还会有很多衍生怪，他们的思维简单，是副本运行的主力军。除了最后时刻和触发禁忌 ，BOSS 一般不会出现。副本几轮后，小李坐在入口处。周一吴妈没有来，周二吴妈也没来，周三吴妈还没来，周四周五她从楼上跳下。是不是你们绑架了吴妈？还我吴妈！除了古堡副本，还有邻村副本、雨林副本等多个副本出现了同样的情况，在玩家论坛顿时引起热议，热榜排名1。经各个副本的难度飙升，竟是因为这个女人。2. 一句话让副本难度超级加倍。3. BOSS 提前出动，背后的真相骇人惊闻。4. 幸运玩家数次不死，只因掌握了他的行踪。吴妈，吴妈，吴妈！我们现在的过本速度迟缓，很多低次数玩家都被卡在了这几个低级副本。我们必须要解决一个问题：如何找到这个神秘的吴妈？我觉得是，那就更要找到这个吴妈了。特殊副本一旦出现，命运就不由人掌控了。再怎么聪明的玩家，也不可能知道副本外发生的事。这就是工会存在的意义，可以集众人之力整合资源。乱世将至啊！你看热搜没有？亿万富豪悬赏100万，找寻清洁工吴妈。要不是他备注是某个游戏里的角色，我都差点以为是你了。这有钱人就是不一样，居然用100万找虚拟角色，谁说不是呢？盛大的婚礼后，我着急忙慌的复工。老板，大事不好了，我身份要暴露了。哼，你指的暴露是这样吗？没有找到吴妈，你们谁都不能通过。我们正在找。垃圾桶装不下，不能杀，不能杀，玩泥巴，玩泥巴。我顿时感觉一个头两个大。你是不是想讨打？吴妈，我总算找到你了。你看，我都装在垃圾桶里，没有乱扔。你不要不来，小李很听话。我看着垃圾桶上飞舞的苍蝇，彻底心软了，摸摸他的头。是吴妈不好，吴妈忘了和你们请假了。几个副本走了一圈，这场吴妈风波总算平息。第1季完。